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我是马尚修马老师。我们今天呢再陆续继续我们讲到个人理财方面的课程，这个课程是来自于真善美生活讲座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可以预先买他的这个男士手册第2集，就是理财之道，因此你可以边看电视的节目一边跟我们一起来上课，因为它的内容实在是很丰富。在这个课程半个小时当中，如果真的要每一个字都要讲出来加上例子的话，我需要足足1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做到，所以在半个小时之内我就删除了很多重要的讯息。但是的话，你可以从这个书当中手册当中可以来补足那里的缺乏。那上一次我们是讲到如何生活在收入之内，没有讲完哈，但是的话我等等会加以补足一下。但是呢，今天呢要继续就讲到第9课，养成对消费的抵抗力。养成对消费的抵抗力。箴言20篇第14节，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及至买去他便自夸。如果心中没有决心不欠债，我们就很容易生活在收入之外，然后呢就买一大堆不需要的产品。所以这3个课程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上个礼拜我们没有讲完的就是如何减少开支，改善生活品质。 OK， 这里大概是有10几项的项目哈，所以的话就念给大家听。如果你有这本书的话，你就不需要抄笔记抄得那么辛苦了。 OK， 好，这里是第一个，如何这个减少开销呢？改善生活品质，就是有哪一些的服务是你付钱给人家去做，却是自己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洗衣服啊，有费用啊 ，OK， 洗车子啊。那我在过去，因为我有4个孩子，那前一阵子生第3胎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请一个帮佣来帮忙，因为实在是家事跟这个教会的工作，还有加上这个孩子的需要，我跟我太太真的2个人忙不过来哈。那我的父母亲都过世了，那我的妻子的话，家人的话，他们有他们那边的忙碌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2个小夫妇单打独斗了那里，所以我们必须要外请一个人来帮手。那生第4胎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一个全时间的人在家里面帮助哈。那到最近孩子也长得差不多了，那个就发现这些外国的这些菲佣啊，他们真是做了一些道德上面非常不好的这些行为，伤害了我的孩子哦。因此的话，我们就把他请回这个他们的国家去了 ，OK， 把他送回去了。因为他们有些时候他们会不会打孩子，他们就会怎么样的去用手来扭孩子的手哈，扭了痛为止，或者拿刀来恐吓，或者是性侵犯哈。那所以的话，我们发现哇，这个孩子所受的创伤远超于这些菲佣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就把他请回家去。当然是不同人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些是比较好的，像我们前几年就遇到，我们请了3个嘛，前面2个都很乖很好很有帮助，最后一个呢是极大的灾难哈。那我太太就跟我说，老公啊，最近没有帮佣在家里面，我们2个都很辛苦很累，4个孩子要照顾家庭，好很累。但是我太太说，她发现她的身材比较苗条一点，为什么呢？都在做家事、刷厕所、洗厨房 ，OK。然后而且呢，信用卡的这个消费也减低了，因为没有机会出去 shopping 。所以各位老公们，如果你发现你的妻子家里面有个费用的话，你发现你的这个开销开始又高，你想想看，有个费用对帮忙做家事，但是孩子的话费用在带哈，他中文不好，英文很好 ，OK。然后呢，这个老婆在外面刷卡 ，OK。所以的话，有可能可以有些事情可以改变自己来做 ，OK。那或者是你是否订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周刊或者是报纸？
那在台湾，我发现有一些报纸他们说打电话来说，某某先生，我们有30天那个试用期，然后免费送给你。就试用期过了之后，他们照样送啊。我们家里面一天里面有一次到一个程度，我们有5份不同的报纸出现在我的院子院子里面。OK， 每天5个，我就单单是捡这些垃圾，每天搬出去都搬得我火都大得不得了。OK， 因此我打电话去跟他们说，请你不要再送了。他们竟然硬来照样送，你知道吗 ？OK， 所以是不是有些周刊报纸你不需要了，可以减低费用你愿意用写信来减低你长途电话的费用吗？我还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我的妻子因为不了解状况她就跟我说，听说台湾的长途电话费用很便宜。我说真的吗？那是12年前，我就打电话去美国跟我的好朋友说话。过了1个月，账单来了，250块台币。我说哇，真是台湾的长途电话真的很便宜耶！这个后来我就每天在打长途电话，讲半个小时、1个小时。我的朋友说，这个很贵的。我说，哎呦，台湾的长途电话很便宜的。OK， 过了6个月之后电信局来了一封信，他说马先生，对不起，我们在过去6个月里面把你账单送错地方了。现在我们寄给你一封账单，是你真实的这个2万块。我差点吓坏了。OK， 开始写信。OK， 你能否减少出外吃饭的次数 ？OK， 你可否减少这个进食的吃食物的次数？将那段时间来进食祷告，又可以属灵又成长，身材又苗条。OK， 又可以节省开销。进食祷告，像我这个40岁的年龄了。已经吃了40年的东西我发现我的身体上面呢，一天只能吃1餐。如果一天吃3餐的话，我就变成水桶。OK， 所以的话，现在一天吃1餐感觉到身体里面又可以进食祷告，又可以这个节省开销。OK， 你是否能够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卖掉？你有没有一些东西是这个容易贬值的东西可以卖出去呢？你是不是有信用卡需要被擦掉呢？你能否降低煤气、这个瓦斯、水电费之类的？OK， 你可以你家中的宠物是否花了你很多的时间跟金钱？那因为以前我跟租房子，后来我们有了房子之后呢，是1楼的有个院子。那为了安全起见，我就买了一只秋田犬。那这些秋田犬从小开始养嘛，养到最大的，养了1年之后，它已经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大型的狗。我把它喂食物就后来为了养这一只狗本来是要来看门口的，它是每天的那个排泄物实在是使我没办法吃东西。然后它一生病去看医生的费用，哇，这贵得不得了。他每2周去洗一次澡就700块这个我说我剪头发都250。OK， 这个狗的钱比我花的还要多，所以养狗比养我还要贵所以的话，我就把那只秋田犬呢送给环保局了。OK， 有一天他才跟我说，老公，如果你要做个决定，要么就狗留下来，要么就太太留下来。那我当然是决定太太留下来，狗要走。OK， 你是否参加了一些收费很高的俱乐部？我认识一些亲戚朋友，他们有4、5个俱乐部，但有没有去呢？都没时间去。OK， 好，所以是不是有些俱乐部你需要咔嚓掉 ？OK， 你能否以平日这个健康来降低医疗的费用？你是不是可以多走路少开车？你是否花太多的时间、金钱在你的嗜好上？你的嗜好上面是不是花太多的金钱？你有没有一些娱乐嗜好是你应该放弃的？所以的话，以上那一系列东西就可以减少开支，改善生活品质。OK， 那这个是上一个课程我们没有讲完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养成对这个消费的抵抗力其实这一句话是如何建立推销者的手段。这里对消费有抵抗力，乃是有衣有食就要知足，照顾和使用我们现有的，并且将注意力放在神造我们的目的上面神造我们什么目的呢？ OK， 不是为了衣食而活的。OK， 这里
诱惑性的广告。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讲员，他就有位牧师，他在飞机上面就坐在另外一个人的旁边，飞机上面坐了一个职业一个 businessman 商人的旁边哈。那这个商人他是全美国最大广告公司的总裁，他就告诉那个牧师，他说广告业里面有2种广告，第一种呢就是提供资讯的。第二种呢，就是有诱惑性的广告。这有诱惑性的广告的话，目的是要毁灭，请注意一下哈，毁灭男女的自我形象。他们的广告目的就叫要毁了你们的自我形象，不满现状，而且必须要买到某些产品才快乐。OK， 就等于说，你看你这样子，真是成功的男人。用这种的大哥大 ，OK， 或者是成功的男人开这种车子，然后只要开这种车子，旁边就有个美女坐在旁边 ，OK。那我相信很多人买了那种车子之后呢，也不见得有个美女在旁边坐的，OK。那所以广告业里面，他们真是有很大的一个毁灭性哈。比如说那个女士的身材啊，你要去某某地方瘦身之后，你就变成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女士。OK， 所以我注意到在台湾的广告业里面，这个产品上面，比如说跟性有关系的哈，比如说跑鞋啊、call 机啊、饮料啊、机车、汽车、洗发精啊 ，OK， 这些瘦身的这个连内衣裤里面都有带色情的里面 ，OK， 所以的话广告业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诱惑哈。这里的话，从圣经当中的话，从那个在创世纪里面，亚当跟夏娃受撒旦的诱惑里面，我们可以从里面可以看出有一系列的手段，跟现在的广告业他们推销的这种手段也是大同小异。我们来做一个参考一下哈。撒旦在圣经里面，撒旦与夏娃在伊甸园当中的对话，显示出诱惑性的广告所使用的微妙的策略所产生庞大的影响。说实在的，撒旦要介入一个伊甸园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环境，使夏娃感觉到不满足，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想想看，神造天地万物，你知道这个进化论说我们从前是个小阿米巴的，最后呢就开始从这个变成猴子，猴子变成人，经过几千万年的这个成长岁月当中，我们人进化变成现在人类 OK。 那这个只是一个推论而已， theory 就是推论而已。但是其实要相信进化论跟相信创造论，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话，你两者都需要有信心来相信。所以很多科学家说他们科学发明，其实那些都是乱盖的，我告诉你，只是一个推论而已，他们把他们讲的好像事实一样。但是的话，你知道当时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不是造了2个北京人那里用这种方式来起火 OK。 神造亚当夏娃，把它放在那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伊甸园里面是一个非常美丽这个非常丰盛的一个地方 OK。 而亚当跟夏娃都是充满智慧，他们不需要开始学 OK 或者OK， 他们不需要学语文，他们不是进化而来的，他们被造就是非常先进的。然后其实现在看到一些什么非洲的土著啊，是不是说以前我们是那样子，我们进化到现在这样子？其实事实上面是刚好相反的。有一个科学家，他是基督徒，他就说他发现其实以前当人是一个非常高标准，像多少千年前这个人类的皇帝，在他们发现呢，其实皇帝跟当时巴比伦王国、亚述国当时的那个文化非常的类似，所以一开始人的文化是非常先进的，而是当人离弃了神，越来越开始模仿动物的时候，就是你现在所看见的那个非洲那些原著这样子 OK， 土著这样子，所以刚好是颠倒的。所以当时亚当跟夏娃充满了智慧。你知道圣经上面说神要亚当去命去为动物来取名字，有多少只动物你知道吗 OK。 好，所以的话你想想看，亚当跟夏娃那么十全十美的状况，要撒旦去诱惑夏娃这里有10项东西，
夏娃当时的状况 ，OK， 第一项就是夏娃当时是神所创造中的杰作 ，OK， 英文这个说男人是 man 有个笑话了，男人是 man， 女人是 woman， 为什么叫 woman 呢？因为当一次亚当看到这个夏娃的时候，他马上说 Wow man OK， 所以 woman OK， 这是个笑话而已 OK， 所以夏娃是一个神的杰作，十全十美 OK。第二，夏娃没有一个犯罪的本性。第三，夏娃生活在一个十全十美的环境当中。第四，夏娃的生活富裕，食物充分的供应 OK。第五呢，夏娃不怕贫穷，不怕生病，不怕老化，也就是说他没有皱纹嘛，不怕皱纹 ，OK， 也不怕死亡，为什么呢？在犯罪以前没有死亡。第六，夏娃的丈夫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丈夫，OK， 100分。第七 ，OK， 夏娃的丈夫天天与神沟通，他是个非常属灵的人 ，OK。第八，夏娃跟她的丈夫每天早晚跟神同席，他们有很好的团契生活。第九，夏娃没有来自公婆的压力。你有没有想过，第一对夫妇打电话夏娃没有公婆的压力，没有邻居的压力，没有亲戚紧张这种压力 ，OK。好，第十了，夏娃有一个令她满足的角色，就是做她丈夫的帮手。如果今天夏娃在一切十全十美的环境当中都仍然不满足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些人有希望吗？除非你跟我认清并且拒绝诱惑性的广告背后的那种微妙的策略，我们才能够挡得住这些的手段 OK。 哇，只剩下10分钟了，我们还没开始讲这个课程 OK。 好，这里我看有多少个项目啊？这里有一个，我看哇，有12个项目哈。如何这广告当中有哪一种狡猾的策略哈？就简单我就看蜻蜓点水，重点说 OK， 你其他的买书看 OK。 第一个就是使用美丽跟看起来成功的模特儿 OK。 哇，帅哥壮的，他喝这种饮料 OK。 各位朋友们，我每天在举重室以前在那里死练活练这个在练举重都没有那么好的身材，那何况是喝一个饮料会变成那种身材，那是这个很奇妙的事情 OK。 那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第3章第1节，唯有蛇比田间的一切的活物更加的狡猾。换句话说，在神没有为夏娃的事情咒诅神以前，蛇一定是一个很美丽的动物，又狡猾又具有魅力。所以当广告商使用那些具有吸引力又看起来成功的人来做模特儿或者代言人的时候，他们所传递的讯息就是只要你用他们的产品，你也会变得这样子的成功跟这样的有吸引力。我记得在美国那些这香烟的广告，他们那些香烟人这个广告那些模特儿他们牙齿都是很白，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没有告诉我们吸烟之后牙齿会变黄，你知道吗？ OK。 好，第二的话，它是直接针对在权柄以下的人，比如说直接攻击你的孩子，从3点半4点钟到6点钟之间的广告全部是针对你的孩子不要问老爸，不要问老妈，你就孩子们你需要买这些玩具，这个孩子直接哇 OK。 那在创世纪里面第3章第1节的话，蛇对女人说，对这个神在家庭里面的架构是男士是家庭的属灵的领导，那妻子的话跟他一起来是2个是同等的身份，但是的话是一个协助是帮助的。但是蛇呢不去跟亚当说话，他直接跟夏娃说话。所以很多的广告业注意了，广告的宣传针对那些在权柄之下的人，他们是越过神所赐给那些人的保护，结果对在权柄之下的人施以不正当的压力，使他们忽略了神所给的提醒。所以的话就针对这些妻子跟孩子们。好，第三呢，对已有的规定产出怀疑。同样的创世纪第3章第1节撒旦就说了，神真的有这样子说吗？不许你吃院中的树上的果子吗？就开始
把现有已经设定好的规则加一个问号，真的是这样吗 ？OK， 在这个伊甸园当中的话，神给夏娃只有一个限制，就是不可以吃这个果子，吃了就会死亡。但是蛇呢，撒旦呢，就问他，就使他相信，如果不接受这个命令，违背的话，他仍然会有快乐，而且会更加快乐。所以诱惑人的广告，鼓励这一代的人不要理会父母亲的标准，要反问他们或者取笑他们，但是那标准是根据神的话语而来的，所以某些的标准，所以一代传一代的话，这个道德会越来越堕落。OK， 第四了，不听警告。创世纪第3章第4节说，你们如果吃的话，蛇说，你如果吃这些果子，不一定会死。OK， 大多数的人，请注意一下，大多数的人相信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不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前几年我记得那个常常有大火焚烧，这个火烧 MTV 啊之类的，很多这些受害者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说什么一句话，我最是印象深刻，他们说，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呢？他们总是感觉到灾难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OK， 所以那些推销危害身体或者道德的产品的人，就靠这种的倾向，只注重一件产品可能的利益，他们很有效的否定或者是不理产品的危险性。世界上面最被忽略的一个警告，就是在香烟盒子上面锁定的，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公布说，吸烟有损你的健康。这个是最普遍的一个警告，但是是最普遍被拒绝的一个警告。OK， 好，那第5了哈，产生不满足感。广告业要使我们产生不满足感。创世纪第3章第5节，撒旦说，因为神知道，如果你吃到这些果子之后，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了。其实神为了夏娃的幸福、安全跟满足，给了他们一切的需要。可是撒旦说服了夏娃，说你还少了一样东西，以致他不能够有个快乐的人生哈。诱惑性的广告挑起人自我排斥跟不满的态度，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所没有的，同时鼓励人求得马上的满足。OK， 配合着这是你该得的哲学哈，你应该获得的这个理念，鼓励你现在就满足你的欲望，以后再付款。那最近的话，我因为开了一台车子开了大概6、7年了，我有点想换车子哈，所以看来看去看了车子，就后来发现我会付出很多的代价，为了换得一点点的满足感。其实老实说，现在车子还可以开个10几年 ，OK， 没问题的 ，OK。但是的话，就是为了要满足感。那如果你今天有钱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做。但问题是，很多人他们没有充分的金钱，他们看到这东西好想得着啊，结果得着之后呢，就生活在金钱的捆绑当中、债务当中。所以的话，主耶稣降在人间，使我们得到释放，我们却在金钱上面跳进捆绑里面 ，OK， 自讨没趣。好，这里后面的话还有一半以上的我都还没有机会讲哦，所以各位朋友们希望你能够去买这个书本，能够来了解这个状况。OK， 这里我要花最后3分钟的时间呢，讲一讲这个如何养成对消费的抵抗力？答案在哪里了？这里有4点哈。第一点，心中准备好，售货人员会高估自己的产品。卖给你的人，他总是说这个东西哇，这个好棒，好哇，这个哇，这他都高估自己的产品。OK， 第二的话，学习享受你已经有的东西。第3点，利用生命当中免费的事物。什么东西呢？就是问看别人。问别人买了这个产品的人，你问看，你买了这个产品之后，真的像广告那么快乐吗？这是最好的一个，是免费的。他们已经买了这个产品，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了。你问他们会很乐意的告诉你。我还记得我在那个前几年买机车以前，我对机车没有什么概念，我就在马路当中红绿灯的时候停下来问隔壁，请问一下 Suzuki 好不好啊？请问一下雅马哈好不好啊？请问一下这个牌子好不好啊？那当事人车主一定会很乐意告诉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
所以的话，你就可以免了买了之后才学一个教训。OK， 好，这是第3哈。第4的话，建立个人的纪律，建立个人的纪律。OK， 好，养成抵抗力哈。请注意一下，百货公司出来什么全部3折啊，改良之后重新推出啊，或者是新款上市啊，清仓大拍卖啊，存货无多啊，买1送1啊，铁定最后一天，这种字语出现的时候，你如果是没办法自制的人，你要非常小心。OK， 那如何这个养成对消费的抵抗力呢？个人的纪律就是要定期进食祷告。当然是当医生许可，因为有糖尿病有什么病症的话，千万不要进食，饿惨了，你打电话来告我 ，OK 啊？所以的话，医生说你健康良好，你可以做适当的进食。进食有几种进食，有些是喝水的，有些是只是吃一些流质的东西 ，OK 啊？进食祷告，这个会使你对这些物质失去诱惑力。每天第2，每日读箴言，分辨出不当的人，暴露出他们的动机。第3，每周奉献，把这个财宝跟爱慕的心转移到天上。第3的话，在这个查验产品之前的话，先看看它总价。一看到产品，你好喜欢了，哇，这东西好棒啊！其实在这个之前呢，要先看看它的价格多少，然后再看产品。OK， 哇，后面还有6、7、8、9、10，我们只剩下30秒钟。所以的话，弟兄姐妹，鼓励你能够买这本书，然后看一看它的内容，帮助我告诉你。这一本书800块钱可以帮助你省了几百万 ，OK， 是值得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我们下一周会讲到如何逃离欺诈者隐藏的陷阱 ，OK， 会更加的精彩。我们下次再见 ，OK， 拜拜。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